大家好，我是议员。官方发布了万圣节更新抢先看版本，我们来看一下这一次更新又有什么新的内容。首先，一如既往的连续5天的活动需要你们去完成。这一次的活动是联盟活动，需要购买礼包又或者是消耗宝石才可以完成。兑换到的道具可以去换取这些物品，可以兑换城市皮肤、装饰品、金头、星星、材料、图纸还有加速。那这一次的活动是因为要氪金或者是消耗宝石才可以完成的，各位可以根据自己的需求去完成这个活动。这一次的活动皮肤是旧皮肤返场，包括有步兵的攻击力提升 5%， 另外一个也是步兵攻击力提升 5%， 最后一个皮肤提升骑兵防御力 5%。 这一次的活动还有包括个人牛车，女巫活动也是回来了。那么这个活动就是我们要去挖掘一些坟墓，然后坟墓呢会有鬼魂出来给我们任务，在完成任务之后，鬼魂会给我们一个巫女帽，巫女帽可以召唤女巫，攻击女巫就可以拿到更多的奖励。那么还有更改的就是升级庙车的地图门口位置，但是我看了官方出的影片呢，我没有看到有什么不同的地方啊，所以这个可能要等新地图出现之后我才可以给大家确认。接下来这一次最大的更新就是远程统帅的技能加强了。那么我看到在前2个我有介绍远程统帅的影片里面呢，有一些玩家就讲远程统帅不够强。那前不久官方就发布公告说会更改啦，这个更改呢要等到19号才会更新。不过我们可以抢先看一下远程统帅到底改成怎么样了。那么这里我们放一下前后对比，左手边是之前，右手边是之后的更改。不过先提醒一下各位，官方现在放出的图片呢，也未必是游戏之后更改出来最终的方案，游戏更新之后有可能会更改一点点内容之类的。不过我们先暂时查看一下官方改了什么东西。首先，老虎的技能从2000系数变成2400系数，所以第一技能的伤害是已经加强了。这个加强其实可以理解，因为现在的统帅系数都普遍蛮高的，然后有些玩家特意去练远程统帅，但是他的输出不如其他统帅的话，很难让一些玩家下手把镜头丢在远程统帅上面。所以官方加强的系数也间接性等于这个统帅的输出会比较高，大家也比较舍得丢镜头下去，可以让远程统帅赚到更多的击杀。第二个技能并没有做任何的修改，工程车的攻击跟防御各提升 15%， 远程的普通伤害提升 10%， 但是第3技能改动就比较大了。那首先还是一样，在远程的情况下所率领部队受到的普通伤害降低 10%， 但是后面增加了在远程的普通攻击情况下会增加 10% 的普通伤害提升，还有 10% 的反伤。最后才是进行远程时有 10% 的概率造成对方500系数的伤害，该效果每5秒最多触发1次。那么官方这里的句子呢，是可以看到在 10% 的概率之前就已经放了句号，也就是说在远程模式情况下 10% 的普通伤害提升还有 10% 的反伤提升，这2个都是常驻的。那么远程统帅其实它最大的问题就是在射击敌人的时候，就算敌人没有打到你的远程统帅，你还是一样会受到对方的反伤，所以这里官方才增加了普攻跟反伤的提升。普攻里面是已经包括了反伤，反伤就是反伤。增加了这个技能之后，当你们带巴布尔出去，自己受到的反伤也就不会这么高。那统帅的反伤已经提升了，造成对方的伤害也会比较高一点。第4个技能也是有做改动，所率领工程车单位生命值提升 30%， 受到伤害时有 10% 的概率提升防御力 40%， 造成所有伤害提升 5%， 持续3秒，每5秒最多触发1次。生命值这里是常驻的，那可以看到从原本的20变成30，提升了 10%。 所以巴布尔的沙威分别是攻击防御各提升 15%， 生命值提升 30%。 最后的觉醒技能是没有做到任何的更改。那这里我觉得巴布尔这里提升呢，我是还可以接受的，因为它这里改动并不会说改动的特别大。接下来我们看玛格丽特的技能更改，前半部分都是一样的，但是它造成的伤害系数就提升了，从原本的500系数变成600。玛格丽特的伤害系数提升了，比起老虎这里明显是比较少一点。巴布尔是提升了400，这里才提升了100而已。不过这个只是前部分而已，我们再看后半部分。第2个技能没有做任何的更改，工程车的攻击力提升 20%， 工程车的行军速度提升 20%， 普通攻击伤害提升 20%。第3技能也是没有更改，技能伤害提升 20%， 行军速度降低对方的降低 30%。第4技能也是没有更改，所率领部队造成的伤害提升 5%， 有 10% 的概率使目标的防御力降低 40%， 持续3秒，每5秒最多触发1次。觉醒技能也是没有更改，所率领工程车单位防御力提升 10%， 受到伤害时有 10% 的概率获得1次治疗，治疗系数500，每5秒最多触发1次。所以玛格丽特的技能只有更改第1的主动技能而已。
不过严格来讲，玛格丽特的技能其实是比巴布尔还要更好的，所以官方才会加强巴布尔比较多，反而玛格丽特才增加它的数值而已。毕竟也是要换另外一个方面去想啊，如果官方2个统帅都加强特别多的话，我相信应该有不少的玩家去反对。为什么加强远程统帅而不加强某一些统帅？所以更改的幅度也不能更改的特别大，但是他们又要吸引玩家去玩远程统帅。那你们觉得官方这个改动之后有没有吸引到你们更想要去玩远程统帅呢？那我觉得这里更改还不至于让我想要更加去想要玩远程统帅啦。那我之前介绍的影片里面有讲过，98他是已经着手去搞远程统帅了，他连金色的装备也在陆续做了。那我问过他个人的想法，他是希望之后远程统帅是有 AOE 啦，因为现在远程统帅只能打一个目标而已，所以显得比较鸡肋一点。我个人也是认同，如果远程统帅有 AOE 的话，可能会比较容易吸引到玩家去玩。那当然的最大的问题就是远程统帅它只能定点攻击，但是要官方现在改掉巴布尔跟玛格丽特变成 AOE 统帅，这个可能有一点难度，所以只能期待官方之后出的远程统帅是有包括 AOE 的啦。那你们对于远程统帅的技能更改有什么看法？可以在评论区给我知道。在官方更改了他们2个的技能之后，你们会更想去练这2位统帅吗？还是在观望等最新的统帅出现？不过这2个远程统帅更新之后呢，如果各位想要看报告的话，我看能不能跟98那边讨要，给大家看一下在更新之后的强度有什么变化。接着远程系统的更新，这个更新才是真正我想要的更新。那你们可以看到这个界面，在上方有个回收按键了，你们只是需要点这个按键，接着就可以选择你们不想要的军器进行回收了，不需要再点开你的书包慢慢点回收，是真的做到快捷又方便的操作。不想要回收可以取消，或者是你想要全部都选的话，可以选择全部直接进行回收。我只能说这一次的更新真的是重大的更新啊，我等这个东西出现等了好久。不过这个更新我觉得可能会造成一些意外啦，可能有一些军器你是想要保留，但是会不小心点到回收，所以这个大家要看清楚才回收。接着书包分类的部分，我们可以选择阵型进行分类了。不过官方这里只是画图片而已啊，有可能就是阵型的名字太长了，所以看到官方这里只是放到图片而已，所以这个可能大家要记得哪一个阵型是长什么符号。不过老实说，阵型都出现蛮长一段时间了，大家应该都记得自己选择什么阵型了吧？至少我觉得这一次更新之后，比较起之前是方便操作很多。再来就是统帅选择军器穿上的部分，那你们可以看到这里官方分类变成步兵、骑兵、工兵、工程车，你们可以选择自己想要的兵种，然后才选择到底要什么类型的，包括有攻击、防御、生命、跑速，最后一个是伤害。那官方这里分类了，并没有采集跟打野蛮人，也就是说官方其实自己也知道这2个东西都是废的，没有什么用处，除非你的采集统帅有用到而已。不过官方更新了这个东西之后，实际操作怎么样呢？这个还是要等更新之后才知道。最后就是白名单的部分，从原本的30个变成60个位置了。只要在白名单里面，玩家不需要审核就可以直接进入该联盟。以上就是这一次的万圣节更新抢先看。至于各位有什么看法，可以在评论区给我知道。我们下个影片再见。